哦，来豪哥来了。对，然后今天我们那个因为自导自演，那个我们总导演不在，那我们就自己拍哈，自己拍完对，拍完然后交功课。今天要帮我们介绍哪一支香水呢？因为现在外面刚刚我过来的时候大概有已经35度了，那非常热。那我想不要再介绍一些比较厚重的了，那该换季了。该换季了。那今天就替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稀有的品牌，就是这个瑞典威士忌，我都叫它瑞典威士忌了。威士忌威士忌，因为长得真的就是威士忌的盒子哇，只是小罐多了小罐多了。那今天这个叫Acqua di Dora， 对吧？这是它一个 Acqua di Dora。对，好，这是一个比较清爽的味道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先打开。好，它有中文名称吗？还是就没有因为这个 Dora。好，因为这个牌子都没有之水的，我们都叫它鹿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没有中文。Dora，对啊，那应该是 Dora 之水，就是他们品牌之水的意思哦。OK， 好。哇哦，很漂亮。对不起，那个头有点歪掉。他们说这个鹿头跟那个公鹿很像哈。我回去比过了，因为我有公鹿，这个大了半炮。这个大半炮。对，这比较大的，因为这感觉比较粗犷。对，因为我有把2个鹿角有比对一下。对，有点无聊。对，我非常慎重的比对了过这个鹿头，那我肯定它是比较大。它是哥哥啦。那再讲一次，如果你有买这个非常危险，要特别注意。会那个吗？对，就是来这个要有点热。哎呀，真的哎。好，这个可以当钝器使用，那要千万小心啊。但是钝器使用有点贵。对，钝器使用。好，这个鹿头比较大了，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夏天的味道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对，试试。汁水感觉应该都是蛮清新的。对啊，因为这天气太热，我们希望就是使用完之后能够让气温下降，然后平心静气。平心静气。OK， 好。你看它这个喷头也蛮……对，它这个喷雾非常细然后还有其他人要试试看吗？汁水。很舒服的味道哎。对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清透的木质调，不要以为木质调都是非常厚重的，那这个其实木质调是非常清透的，那非常适合夏天，非常适合夏天。然后它的香调你念一下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香调。好，刚开始有这个葡萄柚、柠檬、龙涎香，好，然后中调是板栗、无花果，最后有克什米尔木跟檀木。对，很舒服哎。对，然后因为它虽然中间有板栗跟无花果，但是我自己觉得啦，它没有这么的奶它没有这么奶。因为夏天如果真的是太奶，其实就跟乌木我觉得有点像，就是在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会有点腻应该讲有点腻。对。那因为它就是一个舒服的夏天的香调，然后因为我之前其实3月就拿到了，那我有用了几次，觉得它在夏天非常非常的清爽，重点是其实还蛮持久的。有一点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想说瑞典牌应该都跟那个 B 牌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比较淡。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盛世麝香嘛，就是对它那个盛世麝香，那就非常浓郁了。但是这个很奇怪，这个是淡香精。淡香精。对，然后那个是那个是香精。所以它还是有，它这个是淡香精，这个可能他觉得不需要夏天在使用的情况下不需要这么的浓对，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奶，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基本上属于夏天舒服的味道。对，夏天舒服的味道。对，你一开始闻到你有闻到果香或是这种比较木质的味道，然后你可以闻得到龙涎香，其实龙涎香还蛮明显的。所以增添在夏天一众柑橘调里面增加一点点性感的味道，增加一点点性感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它跟一般的汁水的那种印象不太一样，它不是很强调在柑橘的部分。对，或是那个
水感的部分，水感的部分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汁水啊，或是现在最流行就是蓝调，就是什么都要蓝调，都要 blue，然后都要 blue，那它还是有走出它自己的路，虽然它也是叫什么什么汁水。对，我觉得它比较偏重木质一点的，的那个，那再加上龙涎香，那它的柑橘也没有这么的强烈了，对，这么的锐利，好，他就把这3个就是有一点点奶，就是 cream 的感觉，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就把它那个清爽感带出来而已。对，其实他最想要表达的就是清爽感，再加上龙涎香的味道，你可以很清楚的闻到龙涎香的味道，增加了所谓的性感。了解，还不错哎，还不错，对，这还蛮特别的，我觉得。因为我就收2支试试看，然后觉得这2支目前来讲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再加上它的外形真的是非常的抢眼，真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近看一下它的造型，对，就是鹿角，非常非常浮夸的鹿头，非常浮夸的鹿头。我想这个收一系列摆起来应该是非常壮观哈，非常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对，那它也没有别的动物啦，因为它这一排好像都是鹿头，不同颜色的鹿头，不同颜色的鹿头。我觉得这支还蛮适合给就是喜欢木质调，但是又不想要它在夏天太重的人，可以很适合这一支。这支是非常棒的，在夏天使用的木质调，非常的清透，非常的性感。那也不会太正式，对，好哦，那我们待会晚一点再来看看它的后调，没错，再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待会见，拜拜。后调来了 ，Dora 之水来，他们刚刚异口同声的说这个后调很像一瓶香水。对，请分享给大家，觉得这个后调像什么？我觉得跟不羁之烟后调啦，80%像。哇，你看这是清爽版不羁之烟，对，清爽版不羁之烟，夏日版用的不羁之烟，真的哎，好。但是这支我觉得神似啊，没有一样。前调跟后调的落差还蛮大的，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清爽感，跟现在它就转变成比较温暖香甜的感觉，但是不到厚重啊，它还是蛮轻的。对，因为它的后面是 Cashmere 的麝香跟檀木，檀木，对，然后带板栗有带进来它的那个香甜感，对，有一点点啦，还有一点点奶，一点点，对，还蛮柔顺的，smooth 的那个感觉，好闻哎，不错哦，这个好像便宜多了，跟不羁之烟比起来，对啊，跟不羁之烟比起来，这个便宜多，造型也很特别，对，造型非常的霸气，然后又非常的浮夸，又非常的浮夸。那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评分。那我们先讲一下它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，我们就是固定的那个，就是形容一下这支可以在什么场合、什么时间我觉得夏夏天去休息的时候，就是但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也没什么会休息了。对，在家的时候，如果让你有一点点有度假风情，有一点放轻松的味道，我觉得这支非常非常适合了。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夏天用的香水，因为你看它叫那个嘛，阿夸迪多啦。对啊，那可能是在它这么多的它的产品里面，应该算是比较清爽的，就是应该是最清爽的。对，没有意外的话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因为可能。那个产品里面有木质调、有花香调、有麝香调，种种。那任何品牌、任何产品一定都会有什么汁水，就是夏天用的，夏天用。那它就是一个清透的木质调，前面我觉得还是属于清透的木质调，是非常清爽的木质调。但不羁之烟，因为我没有闻过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还蛮像的，老实说，因为不羁之烟那一支我很喜欢。真的。对。所以有让你觉得似曾相识。对啊，我刚才说，哪一支味道很像，那一直联想不起来。对，然后再找一下，这真的的确是蛮像的。对，那好，那来给分了，几分？请给分。我给他9分了，我给他9分。嗯，那因为这个包装就占了1分了，那
基本上它就是一个，我觉得是夏天非常适合的香水。但是以夏天香水，因为夏天香水会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你会大量的喷洒，会跟冬天的香水比起来，因为冬天的香水因为都是比较厚重、比较馥郁，而且比较气场强大，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喷太多嘛，可能就是2下，对不对？1下。但是夏天用的香水，因为夏天体温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你这个挥发比较快哦，所以夏天香水你会大量的喷洒，因为可能你早上出去，如果像现在气温可能快中午就会味道就会比较退散了，退散。所以在你大量喷洒的情况下，我得承认它还是有点贵，有点贵，它的售价有点高。但我觉得以它的浓度不需要喷那么多，一直喷，对，不需要喷那么多。因为刚才我们有讨论了一下，它的浓度虽然是 EDP， 但是其实还蛮浓郁的，蛮浓郁的。以什么什么汁水比起来，它算是比较浓的。对，如果一般的什么汁水的是浓度是在4、5的话，它大概8、9有了。对，我觉得它是非常富裕的。对，它是非常富裕的，就可能跟我们想的这个品牌是一看到瑞典的，以为跟那个瑞典某 B 牌应该是差不多，清爽的，对，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一个呈现方式。是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。对，是这一支吗？对，是这一支。好，对，是这一支。谢谢好。它还有很多其他的。这间公司没有这一支。这间公司的员工真的很怪，动不动就要那个对。然后如果有这边广告一下，如果有去什么胖卡车计划对，我们就把这支带下去了。那时候应该也很热了。好，我们先替大家谢谢豪哥啦，谢谢。OK。我会审慎评估，对，从长计议哈。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